喂，我是孔令杰，你是哪位啊？冯老板，赌场的那笔款基什么时候还啊？什么？你们怎么会有我这号码啊？你的老婆现在在我们手里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老公救我！你们可千万不要乱来啊！我马上就有钱了。今天必须还钱，砍下你老婆所有的手指头。明天我一定还钱。我们在你开的这辆车上装了炸弹，只要你停下来，炸弹就会马上爆炸。你不信，可以看看后视镜，我们的人就跟在你后面。什么？不是。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工作。各位领导，我再补充一下啊，这个案子的杀人手法是特别隐蔽的，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任何问题，谁都会以为他是心脏病突发而死，而且呢，还查不出诱因。如果不是从郑铎的屋子里搜出这2件证物的话，我想这案子又成了一个死案了。太阴暗，太狠毒了。那这个案子要是放在齐衡的桌子上，他会判个什么罪啊？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他肯定会说，如果主观致人死命的意图去吓人，而导致被害者死亡的话，那肯定依法应该是按故意杀人罪来论处。况且，他还有故意调换药品的嫌疑。没错，林局说的对，按照我们的分析，孔令吉就是被吓死的。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郑铎，可郑铎刚从监狱放出来，又是个逃犯，他怎么可能和孔令吉发生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又要杀了孔令吉？关于这个作案动机呢，现在还不是太明确。可是现在郑铎死了，虽然死得很像自杀呢，如果把这2个人的死放到一块儿来分析，我们是不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？就是说，有某个幕后黑手指使郑铎设计害死了孔令吉，1个月之后呢，又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幕后黑手又想办法杀死了郑铎。所以我们认为呢，这个郑铎的死是他杀被伪装成了自杀。当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，那尸臭味已经掩盖了所有的气味了。我现在最纳闷的一件事这个齐衡的鼻子怎么就这么灵啊？他怎么就闻到了气味，还找到了这个郑铎？嗨，他呀就是赶上狗屎运了。他去那儿不是找郑铎的，是去找那个受伤的女孩，给他弟弟顾伦作证的。阴差阳错，让他给赶上了。这小子呀，可真行。徐勇书记最后谈了自己的意见，无非是3条：一，郑铎的死，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，不能光靠推理，一定要有证据。2，孔令杰的事牵扯到齐州外的投资商，一定要谨慎，不能再掀起其他的风浪。他还说，郑铎和孔令杰是2码事，不能随便扯在一起。3，孔令吉的死原来已经定案了，同志们现在有怀疑可以，但是不能散布出去，要严格保密。谁散布出去，影响到齐州的经济发展大局，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。我懂，可是有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脾气。半个月前，高法的政治处张主任
找我谈话。明天我就正式不来上班了。这些天一直在和林副院长做交接，也逐个的和班子同志们谈话，正式告别。今天也是最后一个。院长，您明天真不来上班？不来了，到点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上面那位领导发给我的，表明事情紧急，要我马上去约定的地点取消息。不妙啊！不妙。整个事情就是这样。我是真的亲眼看见他把那袋东西扔到河里的，没想到他骗了我，自己留了下来。我想，他是想留下您的把柄，以后万一有什么，好保全他自己。陆总，是不是每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都会留下证据？该杀的必须杀。陆总，那没什么事儿，回去先走了。做了，能留下吗？今晚上别走了，我需要你。好，你的意见我同意，把这两件事情切割开来。当然，如果以后调查出两件事情有关联，那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。啊，但是有一点，在查清之前，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，以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布谣言，扰乱人心。好，我马上传达市院书记的指示。
怎么了？啊，上面又发来消息。上面又发来消息，赞同把2件案子切割开。这事儿啊，咱们不能被动，要主动出击，一定要把齐州这滩水给搅浑了。这么着，你去告诉他，把所有的集中的力量都转移到齐衡的弟弟身上，要让齐衡自顾不暇，最后呢，倒在这件事情上。石远书记，坐。还有一个事啊，要跟你说一下。现在下面有很多人议论，说有人黑了政府的网站，使政府的网络瘫痪，这是政治事件呐，结果不闻不问。你们公安局是不是官官相护啊？我正要问你呢，这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是这样的齐衡同志的内弟郭伦，他在自己的家里边，用自己的电脑黑了政府的网站，窃取了大量的个人资料。网管办的工程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郭伦，并且直接到家里边查到了这台电脑，也找到了拷贝文件的 U 盘。本来应该是人赃俱获、铁证如山了。可是郭伦呢？他说他当时不在现场。这事我知道。可是郭伦提供的不在现场的证明，那些录像又模糊不清，看不清楚是他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按照谁主张谁取证的原则，郭伦如果提供不出新的、清晰的、有效的他不在现场的证据，那就应该马上提起公诉，以正视听。一切按法律办。什么？提起公诉？侯明杰大概是觉得不方便直接给你打电话，所以他就打给了我。坐，怎么回事？齐远，你觉得咱们要不要给郭伦再找一个律师啊？不用，一个钟律师就够了。齐远，你在我的心里无人能比。你好好说话。我好好说话了，我很真诚的。你在我的心里真的无人能比，但是你调到中院以后，你得罪了不少的人，而且这个案子它是在下面的海中区法院办理，我怕没有人会从感情上偏向你，哪怕他们是会从感情上偏向你，可是上面给的压力那么大，我怕对郭伦很不利啊。郭伦这个后果呢，我清楚。我平时做事也是对得起我自己良心的。我相信有良心的法官比没良心的法官要多得多。这个事情你也清楚，忙也是瞎忙，所以他该来就让他来。什么叫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啊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郭伦又进监狱吗？不是我让他进监狱，是有些人让他进监狱。那也是受到了你的牵连。谁让他是我家人呢？你说的特别好，你说他是你的家人，对呀，他是你的家人。齐远，你对别人都那么好，你能不能关心关心你的家人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去找那个医生，我觉得他肯定能够记得住郭伦的。你找谁呀？我找那个医生啊。干什么呀？我让他给郭伦作证啊。那个医生说了，他可能没看清楚。哎，我问你，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？他如果被人封口了呢？你问，是不是也白问？马拉松，现在已经有了郭念、胡白、孔令奇，还有郑铎了，郭伦也被牵扯进来了，怎么着？
你还想再多一个尸体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想一想啊？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庭了，以你为审判长，组成合议庭。行，请立案庭尽快把案子移交过来。我们区院呢是第一次接判这种网络犯罪案子，所以让你这个资深法官来主审。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，各种网络犯罪也大量派生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所以应该要定格重判，加强对网络犯罪分子的威慑力。于院长，这个案子我还没审呢，有罪无罪我还不清楚呢。现在谈重判轻判，是不是为时太早了？上面有这个担心，嫌疑人是中院齐院长的内弟，下面的人会不会碍于情面，有意轻判呢？看来已经是认定被告有罪了，只是担心判重判轻的问题。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有罪无罪，最后还是由你这个审判长落锤为准。今天我们进行第一次庭前会议。原被告，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案件的证据都梳理一下，提供给法庭。所以，公诉方唯一的，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存在缺陷，不足以证明被告有罪。这的确是个问题，可是公诉方的诉求也合理。黑客使用的电脑是郭伦的，而 U 盘又是当众在他的电脑中的抽屉里搜查出来的，这也是很有力的证据。我承认。U 盘的指纹被技术人员不小心破坏，并不等于过去上面没有被告的指纹。那也不能证明你上面必须有被告的指纹呐。林婷，入侵政府网络，窃取100万级以上的个人信息，这影响面太大、太严重了，必须严惩。是应该必须依法严惩。可是，为了结案而结案，为了严惩而严惩，这就很容易冤枉无辜啊！怎么是无辜？毕竟这 U 盘是从他家里搜出来的，凭这点就可以给他定罪，老百姓不会不拥护。那被告要不服呢？不服，他可以上诉啊。于院长，你换人吧。这个案子我不能接。这怎么行？你是我们院资深庭长，水平最高，经验丰富，很有威信。把这个案子交给你，也是院党组的决定啊。按照事先定好了调子呢来判，不需要水平，不需要经验。这种活儿谁都能干。于院长，你换人吧。你再考虑一下，回去好好想想。你身体不好，生什么闲气呀？咱不干了，让领导找人。换人？如果换的人也没有主见呢？独立审判嚷这么久了，一些人还不习惯，还替法官判案。要不是秦衡腰杆硬，死康死磕，还真说不定多了一个冤死鬼。是啊，齐州要是多几个齐衡就好了。林婷，既然党和人民让我们坐在这个岗位上，
我们就一定要站好这个岗。于院长，这话有分量，我服从安排。被告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你在法庭上可以有最后的陈述权利。我只想说，我没有入侵政府网络，那 U 盘也不是我的。法庭审理到此结束，下面休庭30分钟，合议庭进行评议。娟，如果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要成立的话，按照刑法第253条是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单处或并处罚金。如果情节严重的话，可能还会更高。是。如果判决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上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上诉。可是上诉的道路啊，有一些艰难。那又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一直在郭伦身边，让他知道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他。是啊，我们永远没有放弃他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庭。大家请坐。经合议庭法官合议，现对本案进行一审宣判。这件事情呢，你们的确是解决了啊。可是你们呢，没想过这件事情解决之后的后果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最后怎么办？还得我出面去摆平。希望下回不要再这样，行吗？啊，毕竟我们啊，罗总，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自走吧。综上所述，海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被告郭伦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，证据不足，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，判决被告人郭伦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如不服本庭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之内，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，书面上诉的，应交上诉状正本1份，副本2份。退庭。谢谢你，恭喜恭喜！马姐，赶紧放一下我！恭喜你，我就知道你没事的，真的没事儿。我们努力没有白费。对啊，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歇息。晚上请我吃什么？喝酒，喝酒，喝点儿。你小屁孩喝什么酒啊？让你姐夫好好做一桌。真是的，对你姐夫。你姐夫哪儿去了？齐院，走吧。不管了，走回家。走。走。关了吧。岂有此理！这齐勇啊，就是一滑头。这么小的事情都办不好吗？本来以为把齐恒借着这件事情从中院赶出去了，啊，这倒好，姐夫没被赶走，这小舅子却放出来了。2只老虎合一块儿，不只是咬人呐。
会吃人的。姐，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欢迎你们回来啊！哎，忘婚火！啊！就知道吧。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？哎呀，在那儿说什么呀？婆婆妈妈的瞎激动，不如来点实际的。看，买菜做饭，等你们回来。你姐夫啊，他就是怕太激动了，怕在现场突然就哭出来了，那有损他的形象，所以他才回来的，对吧？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？现场大家都可激动了，我也是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马拉松，不要再演了，赶紧端菜啊！别忘了洗手啊！好，哎，国伦。恭喜你啊！谢谢姐夫。好了，你吃饭，我去帮忙啊！吃饭，来，洗手啊！来！哎呀，来了，吃饭了。来了。你好，女法官，可以说一下吗？你为什么判被告为无罪吗？女法官。我们于院长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党和人民既然让我们坐在了这个岗位上，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岗位站好。我呢，就是牢记了这句话，完成了今天的审判。至于审判的结果是对还是错，我们每个法官都是终身责任制的，所以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我相信时间也会给最后的证明。我自己想要说的就这些，谢谢大家。走吧，女法官，再讲两句吗？女法官可以再讲两句吗？我要说的就这些。可以再讲一下吗？再讲一下吧。女法官，你再给我们继续讲一下吧。老婆，好样的！徐怀仁同志为你高兴。你呀，别高兴太早了，我说不定……放心，我养着你。我跟你们强调过多少回了？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案子，一定要讲政治、讲原则。你们现在怎么搞的？你们现在笨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向那100多万丢失个人信息的群众交代呀？你们法院就是这样为人民群众撑腰打气的？林红同志是非常有组织观念的，是组织能力非常强的资深法官，所以我才这么安排的。可是他现在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呀？如今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官负责制，我不可能在审判中途去干预，这按规定是要被正式记录的。你是海中区人民法院的院长，掌控审判方向，是你的职责范围吗？那我接受组织的处分。你以为要个处分就很舒服啊，很可口啊？随随便便就要一个？好了，不说了。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。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
吃水果。哇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！不要开心的太早啊！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还没有结束。您这冷水泼的可真够及时的。法院都已经判了，难不成还能再抓我？这个案子会上诉到中院。你是法院院长，你可以依法不受理啊。哎呀，你这个傻瓜！这个案子再推到我这儿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啊就得靠边站了。这个区域法院啊，抗诉不为过。中院的二审呢，它也是在合情合理的法律范围之内的。郭伦，如果真的要抗诉，你姐夫是要回避的，而且新的办案人员一定会选和祈愿没有丝毫关系的人，我们都参与不了。所以现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郭伦不在家的证据。哎，这事儿说起来真的好奇怪啊！我们家出动了那么多亲戚，他们挨家挨户的问，连我妈都说了，那女孩肯定不在那片区域生活，不然不可能问不出来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间蒸发啊？我去网上发动人肉搜索，肯定能找那女孩。哎，我觉得这主意好，我们可以在网上发寻人启事，但凡这个女孩有点良心的话，她一定会站出来作证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就坐下。你呀，什么事儿动动脑子，别老跟他煽风点火的。这个事儿不能公开的寻找。为什么呀？在网络上公开寻找，这个事件弄大了，我怕最后你找来找去，找到的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。哑巴？尸体。张院，这事儿吧，祈愿说按规矩他应该是回避，所以让我跟您汇报工作。你们立案厅什么意见？我们立案厅觉得他们这次提起抗诉，其实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证据。我们也是认真讨论了一下，觉得应该再补充证据，所以可以暂时不受理。还是要受理了，因为郭伦是祈愿的内地，如果不受理的话，社会上会有许多奇怪的想法和议论。还是先审一审，如果合议庭认为证据不足，再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就是。那您的意思就是受理？当然要受理啊。得嘞，那我先忙着。要不然我跟你说，是不是王默？现在这个网络犯罪啊，真是越来越猖獗了，犯罪的手段不断的翻新，而我们防止网络犯罪的相关法律却严重滞后。真是防不胜防啊！没办法，这个东西吧，更新的太快了，一种新的犯罪手段出现，咱们呢还没有来得及去制定相对应的法律条款，它就立刻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小伙伴们，我得到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刚刚包大姐对我说，海中区检察院对于郭伦的案子提起抗诉，这个案子真的上诉到我们这里来了。真假？包大姐说的能有假吗？看来祈愿的麻烦又来了。哎，你们说这案子会交给咱们邢医生吗？放心，绝对不可能。小婉，哎，杨老，来，院办来通知，你跟民庭的许江啊调换一下。你去民庭一段时间，许江过来。好。院里不少人都私下议论，说青衣厅是祈愿的嫡系部队，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。我每当听到都要批评他们，但是具体落实到案子上，被告人是祈愿的内地，既然有人议论，他们还是回避一下好，避免今后被人说三道四，造成被动。张院，你是知道的，我都好多年不涉及刑事案件了，而且有很多刑事条款我都记不完整了。你别找借口了，我给你配备2个熟悉刑法的助手当陪审员，你呀是负责把关，判有罪无罪。
至于判多少年，根据哪条哪款，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。选你当主审，我就是看中你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。那我服从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戚院在吗？哦，在里边，里边请。戚院。哟，包大人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是公事公办，您多包涵。没事。这个是咱们蕲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给郭伦的传唤单。郭伦，明天上午9点左右，你要有时间的呢。不是有时间嘛，是必须要去啊。是，必须准时到达。在上面签个字。哎呀，你说，就这么点事儿啊，一个法警来就可以了，你一个厅长来干什么？那么多工作需要做呢。是戚院，我这也不知道是该来是不该来，我给你打好几个电话，你也没接呀。我这不放心。再说了，家丑这让人传来。好了，这也不算什么丑事啊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就这事儿啊。坐，喝茶。不了，戚院，我院里还有很多事儿。哎呀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坐一会儿再骂。走了哈，先走了啊，小杨，我们先走了啊，走了。郭伦，送一下，有空来啊。好。2个事儿，跟他说一下。行，爸爸，反正咱们说。哎，对，哎，老齐，来，等你呢，快起源坐。什么事？赶紧坐。坐。找你来呢，一个是啊，先问问你那天就是进到郑铎的房间啊，看到的还有什么遗漏没有？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啊。你说这帮人就紧盯着郭伦这个事儿不放，是不是在分散你的注意力？你说他们在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怕查出郑铎呀，怕我们深究他们呀，是不是？你说要是这郑铎死得天衣无缝的话，他们要这么急于掩盖吗？是不是有破绽？是啊，应该是有什么破绽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查不出来啊。我一直在想啊，你看这个郑铎和孔令吉啊，他俩的死呢，差了20来天啊。那么孔令吉他死了以后，郑铎在哪儿呢？啊？吃什么喝什么？肯定有人给他送吃喝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应该是有同伙，或者是有什么人在协助着他。你这是一个思路啊。哎，好，你们调查的时候，这个方向有没有线索？我之前该查都查了呀，没有落下什么呀。周围的饭馆人有没有可疑的？走访的时候，人，我就见过一回王鹏，王鹏算吗？王鹏啊，哪个王鹏？就是你给宣判无罪释放的那个嫌疑犯。他去那儿干什么？他在郑铎家楼下的一个餐馆打包饭菜。一开始吧，我觉得也没什么，打包饭菜不挺正常的吗？但经你们这么一聊，那他那天打包饭菜的量有点大，肯定不止一个人吃的。打包饭菜，他家不住那儿啊，他到那儿打包什么？不住那儿啊？难道是有朋友？要不就是有事儿。是啊，要不就是有事儿。哎，岳阳，是这么个事儿啊，你还记得前一阵儿有个案子啊，强奸未遂，啊，被告人呢叫王鹏，后来无罪释放了，你还记得吗？
我记得是陈树把他介绍给大公集团，然后，啊，现在呢还在那儿吗？好，没事，再见啊。这个王鹏啊，现在还在大公集团当保安。大公集团，那是罗怀公的地盘，有点意思啊。有点意思。查查这王鹏，行，有点意思。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。一寂寞的镰刀，收割空旷的灵魂，抚几段的诱饵，捕获缥缈的唯美。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，不凋不败，摇曳如花。一路走来，一路盛开。我听见爱情，我相信爱情是一滩